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爱丽丝，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爱丽丝 Iris Corporation Berhad， 简称 Iris， 成立于1994年5月，由Dan Sejin、Lee Kui Hiang 和 Yap Hock Eng 3人联合创办，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科技公司，主要提供创新、相关、智能和安全的可信身份识别解决方案。在开发电子护照和多应用电子身份证方面，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Iris 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在90年代的初期，创办人之一的 Yap Hock Eng 在当时的一家英国公司 MCS Microsystems UK Limited 开发了一种电子识别技术，名为 Image Retriev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简称 Iris， 可以在微芯片的有限空间内压缩和存储大量的线性和图形数据，被认为是即将彻底改变高级安全性的识别方法。不久后，由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所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科技国家计划，要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并呼吁居住在国外的马来西亚科学家返回马来西亚，以帮助实现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下 ，Iris 的前身 TL Technology Research Malaysia Sdn Berhad 成立了，开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技术解决方案。1995年，公司开始将 Iris 技术转移回马来西亚，在1997年7月获得了多媒体超级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地位，并在1998年3月与移民局合作推出全球首个电子护照 ePassport。1999年8月，公司被改名为 Iris Corporation Berhad， 并在3年后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 Nasdaq 板块挂牌上市。目前 Iris 在大马交易所的创业板块的科技股当中排名第9位，拥有着大约4亿令吉的市值。第二点， Iris 的业务主要分为2个部门，那就是可信身份识别部和可持续发展部。可信身份识别部门提供这多种解决方案，包括边境控制解决方案、EID 和数字身份解决方案、电子护照解决方案、驾驶执照和车辆登记解决方案、选民卡解决方案、电子签证解决方案、安全文档解决方案、智能卡解决方案和智能设备。Iris 也开发出了多个用于身份识别的产品，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生物识别和读卡器、多功能设备、信息亭和智能门等等。截至2022财政年，公司的可信身份识别部所贡献的营业额占据了总营业额的98%左右，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至于 Iris 的可持续发展部门，主要是从事物业开发、建设现代化综合农场，以及提供食品、农产品和设备。不过这部门所贡献的营业额就只占据了总营业额的2% 左右，所以就不值一提了。第3点， Iris 是一间很依赖大客户的公司。从2022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目前有这3大主要客户，分别占据了总营业额的23.5%、24.6% 和25.6% 的，也就是说，超过70% 的营业额都来自这3大客户。如果看地理位置的话，这3大客户只有可能来自马来西亚和非洲地区。那马来西亚的客户自然应该就是大马政府了。至于非洲的客户，初步猜测应该会是Senegal和丹萨尼亚这2个国家了。毕竟 Iris 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在这2个国家的政府手中获得了合约。第4点， Iris 曾经涉及贪污丑闻。2017年1月，Iris 当时的副董事经理 Dato' Hamdan 和公司的一名国际销售经理被人指控贪污和滥用权力，遭到了 MSCC 的拘捕。2人是因公司与西非几内亚共和国的电子护照合约而面对贪污调查，而Dato' Hamdan也在8个月后以退休为原因离开了公司。
有可能是见过鬼怕黑的关系。当 Iris 在时隔6年后再一次被卷入了合约争议时，就在新闻发布的几个小时后，就果断对外宣布已经脱售了涉及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NISE 合约争议的子公司88%的股权。只不过这消息还是打击到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纷纷在下一个开市日脱售公司股票，导致股价大跌了接近15%之多。第5点，Iris 曾经遭受到外国证券公司和专业基金经理人士的股票操纵活动。Iris 在上市刚满3年不久，也就是在2005年9月开始至2006年5月期间，其股价就从8仙暴涨至一令级36仙，前后涨了17倍之多，每天交易量高达2亿股。这种不寻常的交易活动引起当局注意，在2006年5月11日，将 Iris 列入指定股票以展开调查。经过调查后发现 ，Iris 的股票确实被操纵以制造假象需求。证券监督委员会破天荒手持以民事罪起诉8家外国代表和2名大马人，而其中1名大马人就是 Low Tiam Hock， 他也被广大民众称之为 Repco Low， 归因于在1997年操纵 Repco Holdings Berhad 的股价而被判有罪。除了刚才说到的民事诉讼，证券监督委员会也惩罚涉及 Iris 股票操纵活动的2家证券行，分别是 MIDF Investment 和 BM Securities。他们分别被罚款40万令吉和20万令吉，同时在6个月内不准申请新交易商的注册。虽然证券监督委员会对这起事件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不过后续的进展似乎并没有什么消息。而 Iris 的股价在短短2个月间从高峰一路溃退至20仙左右，令到不少投资者受重伤，对这只股的阴影挥之不去。第6点，Iris 在不同业务领域面临的竞争对手各有不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就是 MyEG。跟 Iris 一样，MyEG 也提供各种电子政务服务，例如车辆牌照、道路交通罚单缴纳、营业执照和工作准证，以及近期闹得相当火红的移民交易等等。除了MyEG以外 ，DSonic 也属于 Iris 的强劲竞争对手之一。DSonic 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的公司，也是马来西亚电子政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提供各种政府和企业服务，如移民管理、劳工准证和营业执照等等。其他的竞争对手就有 GHL Systems、Heytech Padu、Awan Biru Technology 等等，业务多多少少都有涉及到电子服务和电子政务领域的。第7点，Iris 的收账能力似乎并不太理想。从2022财政年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是比去年来的低的。这里有2种可能性，要么就是公司收到钱了，要么就是被减值损失掉了。仔细去了解可以发现，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中分别减值损失了大约21%和83%。再往信用风险的页面去看，可以发现公司的应收账款除了有21%的减值损失以外，还有大约58%左右的数额是已经逾期超过半年以上的，也就是说有接近80%的应收账款是处于危险阶段了。这不是摆明的收账能力不理想吗？与此同时，大量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以及长期未清偿的款项已经受到独立审计师的特别关注了，并在年报中表达了他们的回应。第8点，Iris 2023财政年第3季度的业绩是有很大的进展哦，营业额达到了8717万令吉，比起去年同季高出了大约28%。净盈利也录得了749万令吉，比去年同季大幅上涨了127%。这季度获得如此好的业绩，主要是因为海外项目的卡片和电子护照交付量增加，以及现有国内项目收入的确认。公司也在季报中提及到，现有客户和新客户的电子护照和电子身份证的交付和供应，预计将继续推动公司的成长。公司将会利用其广泛的客户网络，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中积极寻求跟公司的核心业务相关的新增长机会，同时也继续专注于成本优化，以确保在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第9点
Iris 是一间净现金的公司。从公司2023财政年的第3季度报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目前手中握有着的现金有大约1亿640万令吉，而债务就只有大约189万令吉。换句话说，就是公司有着大约1亿450万令吉的净现金。有着这么庞大的净现金，就代表着 Iris 是一间很值得投资的公司吗？可能并非如此哦。各位有看到股东权益这部分有一项是累计亏损吗？累计亏损相反就是留存收益，所以就是公司历年来累计到的亏损或盈利。正数就代表留存收益，负数则代表累计亏损。那 Iris 是何时开始变成累计亏损的呢？我根据历年来的年报做了一个统计，公司开始从留存收益变成累计亏损是在2017年。那年因为公司重组计划的缘故，录得了超过3亿令吉以上的净亏损，一下子就将之前存了整10年的留存收益给亏完了。而这一亏就亏到了今时今日，目前还有着高达3亿令吉的累计亏损。有着这么庞大的累计亏损，相信派发股息方面也会变得极其困难。毕竟想要派股息，也得要有留存收益才能够派啊，除非是借钱来派股息咯。不过这只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说，并非所有的净现金公司都是个值得投资的公司，也得看看内在是否真的有真金白银的。第10点，Iris 拥有的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的。Iris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下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尤其在数字身份认证和安全领域，将持续受到政府和企业客户的需求和关注。此外，随着移动支付、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物联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对数字身份证和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加。而 Iris 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和领先地位，未来有望进一步拓展业务和提高市场份额。另外，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个人数据保护和隐私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数字身份认证和安全领域的标准和规定也将越来越严格，这将对 Iris 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为 Iris 提供了机会，利用其在安全领域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来满足市场需求。那各位是否看好 Iris 这家公司呢？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以上就是关于 Iris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